各位同学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单元是 Docker 容器和 Docker 的 Compose 的认识。那前端工程师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一个18般武艺样样都会的人像 JavaScript 啊、CSS、HTML5、PHP、Python 等他都会。那导入虚拟化容器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那在传统上的话，应用程式的开发跟测试跟部署中，我们会有环境不一样，会导致各个问题。那透过 Docker 这种虚拟化容器的部分的话，那可以简化这个移交作业的流程，然后来消除这些疑虑，来减少这个疑虑的一些问题。那也可以重建这个基础建设的话呢，可以免除。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环境带来的一些差异啊，额外的问题，还有额外的工作量等等的。然后呢，让开发者的话呢更容易更有效率去开发跟测试环境。那 Docker 是什么呢？在 Docker 的意思其实来讲的话，就是一个码头工人。那这样一个形象的话呢，意味着是 Docker 工人里面像码头工人一样，他可以负责打包，然后运送。还有管理应用程式的容器。那 Docker 到底是什么呢？那 Docker 的话呢，它在应用程式里面打包是一个独立容器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支援在独立的环境里面做运行，无需担心这样一个环境的配置。那开发者的话呢，只要确保应用程式的开发、测试还有生产环境里面的一致性。然后呢，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跟可靠的部分。那在图中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样一个 Docker 架构，有客户啊、客户端 Docker 的宿主，还有它的仓库的注册的组成。那透过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架构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它就可以独立的建立一个生成的一个环境，那无需担心环境之间的相互的影响。那 Docker 的组成呢，主要会有3个基本的概念。就是 Docker 的影像档，它是 Docker 的容器的基础的模板，打包的包含的运行所需的配置，还有程式的部分。那 Docker 的话的容器的话，应用程式部分，它是一个轻量的一个单一执行的程式。那再来是仓库的部分的话，是用来储存影像档的部分的集中的储存的部分，有利于分享。那 Docker 是怎么样运作呢？使用者的话呢，可以透过 Docker 的注册中心下载所需的映像档。那这映像档下载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透过映像档来建立一个容器。容器一旦建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运行它。然后呢，良好容器的话会储存一个映像档，然后呢来运行到一个满意的结果。那配置好的这个容器的话呢，会产生一个新的映像档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映像档上传到注册中心里面，然后呢，再提供相关的使用者使用。那 Docker 很轻量吗？为什么 Docker 的话，它可以比虚拟机还要轻量呢？就是因为 Docker 的话，它比传统的虚拟机，它没有客户的作业系统的负担，所以它在资源的消耗量的话，相对比较少。那 Docker 的话的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呢？那在2014年开始的话 ，Docker 在 IT 里面的话，它是一个很抢手的一个著名的技术。那在 Docker 里面演讲里面的话，常常爆满，然后 Docker 的话也迅速的窜起。那也是因为容器的技术的本身的话，让 Docker 出现引爆的 IT 的一个架构的新的变革。那所以呢 Docker 的话呢，在近几年里面的话，变成是生成式 AI 的话提供开发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之一。如何在各个作业系统里面的话安装 Docker 呢？那我们就会参考这个我们所推荐的这个网站资料文章的部分，它会详细介绍3个作业系统怎么去安装 Docker， 然后呢，透过文章里面的话，可以去了解怎么去安装。那 Docker 的话的命令界面的指令的操作，以界面的管理化的工具。那我们可以使用 Docker 里面的话的一个命令执行的一个指令，来操作这个容器，例如启动啊、停止、查看等等的。那我们可以来简化
这些工作哦。那如果假设不要用这个指令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些视窗的工具，也可以一样可以达到这些操作指令的方式，便于使用者的话，或者是开发者，很方便去监控跟管理。那界面的话的管理工具的特点的部分呢，在界面的管理工具的话，通常会简化安装配置流程。那使用者的话可以快速上手，开始使用 Docker。那 Docker 的仓库的部分的整合的话，那使用者这边的话能够方便去搜寻下载 Docker 的仓储上面的影像档。那我们透过指令啊，或者是界面啊，图形界面，然后可以方便去做一些操作使用，然后提高效率的部分。那界面的部分的话，有一些比较进阶的部分。那我们可以优化我们容器的执行环境，然后提高它的稳定的部分。那 Docker 常见的指令的部分的操作有这3个，一个是 Docker 基本指令，容器管理命令，还有影像管理命令的部分。那 Docker 基本指令的部分，我们可以检查 Docker 里面的版本。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影片里面的范例的指令的话，可以知道目前 Docker 的版本。那我们透过 Docker info 的部分的指令，就可以显示系统的状态，还有使用的状态，以及安装 Docker 的版本等等。然后呢，我们输入 Docker 的 help 指令，可以查看具体的指令的详细使用。那容器的话，管理的命令，那我们可以来创建来启动一个新的容器，透过这个 Docker run image 的指令。然后呢，这个指令的话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容器来启动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附属一些不同的选项，命令跟操作来制定这个容器的行为。然后呢，那我们例如我们输入这个 Docker run，减 D 的部分就是后台运行容器嘛。那减 P 8080冒号80的部分，就是来本机的8080端口中的一个80 port。然后透过 Nginx 的部分来启动这个 Web 的服务的容器。我们可以查看目前的运行的容器，可以透过 Docker PS 的指令。然后容器的管理，我们可以透过查看这个容器的列表。然后呢，无论在执行停止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容器的 pass 那个减 P 的部分的命令。然后我们一旦停止这个容器的运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 Docker 的 stop， 然后指定 Docker 的 ID， 然后呢来指定某一个 Docker 的停止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运行 Docker PS-A 的部分来看看容器是否停止。那我们可以重新启动一个已经停止的容器。那使用了 Docker start， 然后那个 container 的 ID 的命令，那来指定哪一个容器要做重新启动。然后呢，我可以用 Docker PS-A 的部分来看到容器的启动。那当我们不需要某个停止的容器时，我们可以使用 Docker rn 的部分，然后指定 Docker 的 ID， 然后的命令来做这个某一个 Docker 的删除，来示范资源。那我们再次输入 Docker PS-A 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容器已经被删除了。那影像档管理，我们可以查看本地的 Docker 影像档，使用的 Docker image 的指令，输入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有3个影像档。那我们从 Docker 的仓储那个仓库来拉一个影像档的时候，可以使用 Docker pull 的 image 的 main 的这个指令，来使用 Docker pull 那个 redis 的部分来下载某一个 image， 然后呢再次输入 Docker image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redis 的 image 这个档案。那如果我们要删除一个不需要本地的影像档，我们可以使用 Docker RNI 的部分，指定 image 的 ID 的命令。那我们假设我们输入的是 Docker RNI 的 redis 部分的影像这个指令，就可以删除这个 redis 的 image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次输入 Docker image 的话，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redis 的 image 已经不见了。那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影像档，建立一个 Docker file，
然后呢，透过 Docker build 减 T 买 engine x， 然后来命令这个目录中的 Docker file， 然后呢，建立一个命为 my engine x 的 Docker 影像档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次输入 Docker image， 然后呢，就可以看到新增上去了。那 Docker Compose 是什么呢？ Docker Compose 的话，它是一个提供 Docker 一个强大的工具。那它可以简化容器之间的协调管理工作，然后呢，让它把复杂的应用程式变得比较简单高效的部分。那 Docker Compose 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那它就可以来需要协作多个容器的应用程式。然后例如典型的 Web 的应用程式，我们可以需要一个 Web 程式，还有资料库可以一起使用。然后呢，可以透过 Docker Run，然后来做一个管理这些服务的部分。然后 Docker Compose 的组成呢，会有以下这几个部分来做组成。首先 Docker Compose 的话的配置文件是用来定义应用程式的服务，然后透过这样一个配置文件，你就可以集中所有的服务的配置，然后来确保应用程式在不同环境的一致性跟它的一致性的部分。然后呢 Docker Compose 的话提供一个命令工具来管理应用程式的生命周期。然后呢，透过 Docker Compose 的命令的话呢，可以定义好配置的文件，来做自动的串件，启动所有的服务，简化所有容器的应用的一个管理的机制跟运行的过程。那4个指令开始使用 Docker Compose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举个例子是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话，有设定档的一个建构。我们定义2个服务嘛，一个是网页的服务，一个是资料库的服务。然后透过 nginx 的部分影像档来启动这个容器。然后呢，我们设定好 POL。然后假设资料库的话呢，它是 MySQL， 它的官方的影像档来启动这一个容器。我们再定义它的环境的变数。那 Docker Compose 的指令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启动配置文件的范例。我们可以下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 up 的指令，可以看到网页的服务跟它的容器的启动。而使用 Docker Compose PS 指令的话，可以看到当前的运作的一个容器的状态。然后呢，使用的 Docker Compose 的 log 部分的指令的话，log 的话可以查看目前服务的日志。使用 Docker Compose 的 done 的指令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停止移除当前的服务的容器。那 Docker 与 Docker Compose 的实际的应用，那在市面上很多公司使用 Docker 来管理它的服务。那容器的话会让它有一个微服务的架构，然后应用的话会有更快的部署跟扩展跟管理。那当流量高峰的时候，可以快速去扩充这个应用，然后实现高效能的自动扩展，然后确保这个开发的生产的话一致性，来加快这个测试，减少部署的错误，然后呢快速的恢复，然后处理故障，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跟容错性的部分。那使用这样一个技术的部分，很多的公司像那个 Netflix 啊、Uber、Airbnb 等等公司都会在使用。那结语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这边总结了 Docker 跟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的部分。那 Docker 的话，用于容器的应用程式，提供了建构，那这个运行的容器的能力。然后呢，在应用程式里面的话，它可以隔离跟环境中的运行的部分，然后提高部署的一致性的部分。那 Docker Compose 的话，是 Docker 里面的附加的工具啦，然后它提供一个专门定义，然后管理多个容器的应用程式。然后呢，它也简化了一些服务配置跟管理的过程。那使用的这些技术的话呢，可以让开发者更容易管理来运行这些复杂的应用程式。以上的话是我们对 Docker 容器和 Docker Compose 的认识。好，感谢你的聆听。